巴西总统卢拉将于4月12号到15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目前已抵达上海。此前因患流感和肺炎而推迟访华行程的卢拉，病情初愈就率领再次扩容的庞大代表团开启访华行程。这是卢拉第5次访华，也是他再次执政就任总统100天后的首次外访。早上好，我准备启程前往中国。巴西和中国有11小时的时差，你们准备好跟踪我的访问日程吗？当地时间11号上午，卢拉在推特上发文预告自己即将开启访华之旅。前一天晚上，他在推特上发文称，此次访华的目的是加强巴西与中国的关系，为了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国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3月下旬，78岁的卢拉因病推迟了访华行程，现在病情初愈，立即启程，反映出卢拉对这次访华的强烈期待。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卢拉总统因病推迟访华后，中巴双方一直就有关访问事宜保持密切沟通。卢拉总统康复后不久，即率大型代表团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充分体现了中巴两国对此访和对发展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外界注意到，卢拉此次访华将重点聚焦务实合作。从其率领的庞大代表团就能看出，在经过又一次扩容后，跟随卢拉访华的代表团仅1员就达到了39人，这其中包括多名内阁部长、州长以及巴西参议院议长帕谢科在内。此外，还有约240名商界领袖，代表团名额一度供不应求。彭博社称，抢在卢拉访华之前，数百巴西商业代表早已涌入中国寻求合作机会。巴西外交部披露的消息称，预计卢拉此次访华，双方将签署约20项协议，数量可能还会有所增加，预计将涉及医疗卫生、农产品、教育、文化、金融、工业、科技等领域。卢拉访华首站行程为上海，预计卢拉一行将在上海出席前总统迪尔马罗塞夫担任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的就职典礼，并参观科技公司华为和刚刚落成的舒赞安诺研发与创新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孙延峰对深圳卫视表示，卢拉如此看重此次访华，反映了卢拉政府迫切想要跟中国加强合作，获得更多发展的机会。至于机会，我觉得有几个，一个除了是经贸之间的巨大的这种商机之外，更重要的也是这个对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汲取。因为从卢拉本人这个竞选前后，尤其是跟他这个上台以后的一些诸多表态，其实他对中国的这种发展还是很大的这种兴趣。第一个想学中国的经验呢，我觉得就是学习中国如何解决贫困、消除饥饿。第二个，我觉得他可能要向中国取经的是中国的工业化这种经验。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巴西总统卢拉今天开启访华行程，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美西方对中巴关系进展为何感到紧张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国际社会和美西方对卢拉访华的确关注点不同。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巴2个金砖国家如何在经贸上合作，如何带动全球经济发展。而美西方关注的则是中巴2国如何协调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2国都在劝和促谈，都希望尽快的结束战争，进行和谈。美国情报泄露事件以及欧洲大国法国率先表态要中国发挥作用，以便尽早的结束俄乌冲突，这都让人感到美国要乌克兰长期打下去的主张是越来越不受人待见。那么中巴2个大国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可以说这个美西方对卢拉访华是有点忐忑。我们从国际社会的关注点来看卢拉的第一站到上海，出席巴西前总统罗塞夫就任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的就职典礼。这意味着金砖国家将按照自身的经济发展要求制定相应的政策，包括金融政策。金砖国家走自己的路，对于美国霸权和西方地缘战略来说，就是一种稀释，为多元共存的新秩序提供了范例。因为金砖国家中包含了各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金砖国家能够合作共赢，那么美西方所谓的民主与专制的水火不容就无立锥之地了。世界各国可能会更加的倾向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金砖家也可能延展。
卢拉这次访华呀，还率领了大型的代表团，有140个行业的近300名代表，还有多位政府部长和数位州长。按照巴西方面的说法呢，就是两国呢要签署20多项合作协议。卢拉呢在出行前说呀，这趟国事访问行程很满，要加强跟最大贸易合作伙伴中国之间的联系，扩大与中方的合作范围。其中呢还透露要参观华为等中国企业，这都意味着呀，中巴2个大国会加强合作，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会呢太在意美国什么立场，欧洲什么看法。这正是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缩影。西方中心路呢在淡化，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新型国际秩序呢在冉冉的上升。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日本11号发布新版外交蓝皮书，再次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抹黑中俄正常的军事合作。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当天记者会上就此敦促日方停止挑动和制造阵营对抗。同时，日本外交蓝皮书在日本与韩国、俄罗斯争议领土问题上的主张及表述，也引发两国强烈不满。日本外务省11号发表2023年度外交蓝皮书，炒作渲染中国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是所谓军事威胁，妄称中国正在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中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略挑战。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1号的例行记者会对此进行批驳。日方沿袭抹黑指责中国的陈词滥调，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无理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日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挑动和制造阵营对抗，切实遵守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履行国际法义务，真正把构建建设性、稳定的对华关系表态落实到实际行动上。日本方面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背后盘算十分明显。据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期陆续访问7国集团成员国，为今年5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G7峰会造势。在此期间，他多次将中国描述为核心挑战。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即将到来的G7外长会上，乌克兰危机、台海问题、朝核问题都将成为重点议程。不过，在日本外交蓝皮书发布会上，就有记者向日本外相林芳正问及G7系列会议上是否将谈及中俄军事合作。林芳正仅模糊地表示，希望能交换意見。G7 長野県軽井沢外相会合において、具体的な議題、これはまだ現在調整中でありまして、予断をもってお答えすることは差し控えますが、いずれにいたしましても、この国際社会が直面するですね、喫緊の外交課題について、G7 外相間で率直かつ踏み込んだ、意見交換を行う機会にしたいと。そう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一般都是抹黑邻国的威胁，来渲染自己安全环境的一个严峻性。当然，今年这个时候，这个节点呢发表这样一个蓝皮书呢，确实与他接下来的主场外交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下面有G7的外长会，5月份有他的G7的首脑峰会，所以他在这个时间点呢来发表这样一个蓝皮书的话，舆论方面呢，他也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的效果。日本的一个外交呢，它有一个就是日本一直觉得他自己是以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秩序来自居的，但如果我们反观他的一些做法的话，我们看到他的一贯思路确实是拉帮结派，甚至与邻为壑这样一个战略思路。此版外交蓝皮书还在领土问题上再度使用争议性表述，同时惹怒了韩国和俄罗斯。对于俄罗斯有领土争议的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和与韩国有争议的独岛，日本称主岛这些争议岛屿，日方都声称这些是日本固有领土，还继续使用了俄罗斯非法占领这一措辞。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俄方不接受此类措辞，这些领土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月11号刚刚完成联合利剑演习的东部战区海军数艘舰艇，继续为台岛周边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检验各级指挥员组织指挥能力和武器装备作战效能。而结束演习任务的东部战区陆军远箱火分队也随即转入常态化训练中，围绕指挥控制、信息通联、火力协同等内容展开全要素实兵演练。分析指，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反华势力的持续警告和施压。现在是4月11日的上午，今天
正在台岛以东海域执行战备巡逻任务的海军徐州舰正立足实战化条件，开展反恐与反导等训练。战斗警报骤然响起，官兵们闻令而动，迅速奔向站位。报告舰长，上级通报，两艘多标批水面目标向我发射导弹，命令我舰组织抗击，同时对该名目标导弹攻击。防空武器系统开展导弹，反舰导弹打击两艘多标批。发现敌目标后，各站位密切配合，实施精准打击，成功击毁目标。联合利剑演习完成以后，我们立即展开指示训练，就是要充分吸收演习中得到检验的新战法打法，改进暴露的问题，不断提升舰艇作战能力，锤炼海上舰艇编队融入联合作战体系的打击能力。另一海域，一场导弹超视距对海打击训练在新安舰上拉开战幕。指控站位接收到岸基指挥所下达的远程目标指示，官兵们精准装定目标参数，并根据实时目标态势信息进行动态修正，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追瞄。11号的训练中，各舰艇严格按照作战需求构设逼真战场环境，先后开展了联合反潜、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实战化科目训练。通过应对多种复杂突发情况，提升指挥员决策指挥、官兵应急处置和协调配合能力，在实战氛围中进一步磨砺胜战刀锋。好，我们注意到这次解放军进行环岛大演习期间呢，虽然台军声称自己不惧战、不畏战，但实际上呢也是高挂免战牌，没有敢出来生事造事儿。但是我们要防止等我们演习之后呢，台军出来刷存在感。制造声势，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开展相关的常态化的战训或者演练，也是为了保持这种高压态势，不给他这个机会，防止他出来制造事端，同时呢，也是向台独分子以及台军清晰地传达一个信号：解放军持续保持或加强在台湾海峡附近的军事力量，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随时能够采取行动应对可能的这种威胁和挑衅。另一方面，结束演习任务的东部战区陆军远香火分队也随即转入常态化训练中。他们围绕指挥控制、信息联通、火力协同等内容，展开全要素实兵演练。接到任务命令，官兵迅速奔赴站位。某型厢式火箭炮完成战车出库、弹药装填，向预定地域机动。与此同时，担任侦察任务的无人侦察机迅速起飞，展开高空侦察，将实时探测的目标数据通过信息链路回传至指挥所，为火力打击分队进行目标引导。我们通过对侦察、指挥、火力等作战模块的有效融合，构建从无人机到指挥所再到发射单元的引导打击链路，进一步提升战场侦察和火力协同水平。经过紧张的战场机动，多台远程厢式火箭炮已经占领了发射阵地。根据上级提供的目标信息，各炮手迅速装定射击诸元，做好了射击前的各项准备。3、2、1，放！完成首轮模拟火力突袭，部队迅速向预备阵地转移，展开新一波次模拟火力打击。与此同时，在东南沿海的数个训练场，多支远香火分队也闻令而动，迅速前出占领发射阵地，利用新装备火力反应时间短、火力毁伤效能强的优势，对远距离目标进行多波次模拟饱和打击。我们结合担负的使命任务，对多目标精确打击、多弹种复合毁伤等战法展开专攻精练，进一步提升部队多点攻击、远程夺控等综合作战能力，确保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在为期3天的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中，东部战区陆军的远程火箭炮系统就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外界注意到，该型远程火箭炮就是最早在2019年的国庆70周年大阅兵上亮相的 PHL-191型远程火箭炮。2022年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以来，美军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名声大噪。有观点指，解放军的 PHL-191型远程火箭炮相比海马斯毫不逊色，甚至略胜一筹。央视画面显示，东部陆军的这支火箭炮连展示了随时部署、随时展开、随时发射的能力。
分析认为，这表明虽然只是连一级单位，却具有强大的侦查、定位、情报获取和处理，以及毁伤评估的全方位火力支援能力。从已知的未来战场评估来看，这对部队信息化、合成化和协同化要求极高，也从侧面证明解放军的指挥体系已经有了飞跃式发展。在整体设计上 ，PHL-191选择了通用化程度更高的轮式发射平台，可通过吊装储运、发射一体化模块，实现多弹种共架发射，提高战术灵活性和勤务性。同时，信息化和自动化也得到进一步加强，每辆发射车都装备了北斗定位系统，车载火控计算机和数据链终端，高度自动化实现了一键调换、一键开炮，与美军的海马斯相当。此外 ，PHL-191可以装填的火箭弹选择也很丰富。目前普遍认为 ，PHL-191可发射火龙全系列远程火箭弹，包括130千米射程的火龙140型300毫米火箭弹，射程220千米和280千米的火龙220和火龙280型370毫米火箭弹。这些火箭弹均为外贸型，射程有一定削减。我军自用型射程上涨50%也有可能。火龙系列均采用惯导北斗卫星进行简易制导，原概率误差小于30米。战斗部位预制破片型，也可以换装钻地、莫敏等特种战斗部。而莫敏弹是一种能够在弹道末端探测出目标的存在，并使战斗部朝着目标方向爆炸的现代弹药，主要用于自主攻击装甲车辆的顶装甲，被称为坦克杀手。据称，中国在相关技术方面已达世界一流水平。分析指，远程火箭炮在炮兵打击效果的角度来看，可承担战役性质的压制任务，比如压制对方的机场。毕竟以台湾本岛的东西宽度，这点战役纵深理论上完全可以用远程火箭炮压制。且相比使用航空兵或火箭军压制机场，使用远程火箭炮对机场的压制，其火力链条更短，压制持续时间更长，打击性价比也更高。而我们的箱式火箭炮呢，整体技战术性能目前是属于世界最前列的，因为呢它也是采用模块化设计，但是呢它比美国的海马斯在模块化设计上要更好。那么像在射程方面呢，我们的箱式火箭炮呢也是目前世界上最远的，即便是300毫米的模块，那发射的距离啊，就是打普通的火箭弹也可以达到呢90公里以上。那么在制导火箭弹的话，可以达到150公里以上，这远远超过美国的海马斯。在口径上，我们又占有明显的优势。而在央视发布的联合利剑演习全纪录视频中，更可以看到解放军多型主力武器装备亮相：东风系列导弹、各型歼击机、轰炸机、预警机、各型驱逐舰、护卫舰。其中，山东舰航母编队的首次加入演训，更是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这也被外界认为是检验山东舰战斗力形成的最终考核。日本方面持续追踪山东舰。根据日本防卫省消息，4月7号到9号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负责跟踪中国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共观测到山东舰航母实施了约120架次起降任务，等于日军出动40个架次。其中歼15型战斗机起降超过80架次，舰载直升机等起降约40架次。山东舰此次的出动数据已经超过了去年5月份辽宁舰在西太平洋的出动数据。考虑到辽宁舰加入中国海军已经有10年，而山东舰则刚刚形成战斗力，这更凸显出山东舰能力已经相当出色。相比中国海军之前的辽宁舰，在设计性能和实战能力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2019年年底，山东舰加入中国海军战斗序列后，先后完成了装备和兵力整备，完成了航母各专业的兵力编制和编程，同步开展航母航海和航空2大专业的训练。到今年3月份，央视国防军事频道就在军事报道中专门提到，山东舰已经完成了既定作战能力目标，取得了实施战备训练的通行证。这也意味着山东舰的航海和航空2大部门训练和合练已经完成。山东舰首次被日方观测确认在太平洋上航行是在今年4月初。4月5号，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日本海上自卫队发现中国航母山东舰等3艘中国海军舰艇在波照间岛以南约300公里处向东航行。
相关信息也被英国路透社捕捉。报道指，由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组成的航母编队5号穿越巴士海峡，经过台湾东南海域，展开首次西太平洋训练。外界认为，这意味着山东舰已经形成战斗力。就在3天后，4月8号至10号，山东舰首次参加环岛战备警巡，速度之快令外界震惊。连日来，美国和菲律宾军事互动频频，不仅开启了30年来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军演，还在华盛顿举行了外长防长2+2部长级对话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提及双方将推进美在菲新增军事基地快速部署，美将为此提供资金支持。对于美菲联合声明中的涉华言论，外交部作出回应，中方对美菲发布的联合声明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当地时间1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与访美的菲律宾外长马纳罗和防长加尔维斯在华盛顿举行2+2对话。这是该机制自2012年4月启动以来的第3次聚会，也是继2016年1月后，时隔7年一键重启。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马纳罗说，美菲双方将加倍致力于实现非美同盟现代化。在赴美前，马纳罗曾表示，马尼拉希望在此次美菲2+2对话上与美国建立更强劲的经济关系，并希望美国能在非农业、粮食安全、清洁能源、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有更多投入。深圳卫视注意到，比起经济合作，此次对话会更重要的目的是推进两国军事和安全合作。布林肯在记者会上就声称，美国承诺与菲律宾站在一起，反对任何恐吓或胁迫，包括在南海，并维护一个受国际法管辖的地区。奥斯汀则透露，双方讨论了优先防御平台的交付，包括雷达、无人机、军用运输机以及沿海和防空系统等。当天稍晚时，美菲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提及，在美国的资金支持下，双方将推进美国在菲新增军事基地快速部署。不久前，菲律宾依据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宣布，增添4个军用基地供美军使用。这样一来，美军在菲律宾可以使用的军事基地总数增加至9个。根据该协议，美国获准进入菲律宾基地进行联合训练、预先部署设备以及建造跑道、燃料储存装置和军事驻防等设施。令人侧目的是，这4个新基地分别位于吕宋岛北部卡加延省、伊莎贝拉省以及巴拉望省巴拉巴克岛，选址极具战略意义。吕宋岛北部与台湾岛隔巴士海峡相望，巴士海峡是一处咽喉要道，中国海军可由此进入开阔的太平洋，美国军舰也可由此进入南海。巴拉巴克岛靠近中国南沙群岛，面向中国南海海域，可容纳不同类型潜艇，对于该地区任何地点的海上防御行动都可能至关重要。美媒指上述地点被视为剑指中国，声称台海或南海有事时，美军可迅速做出反应。观察认为，美国在日韩虽有导弹部署，但在东南亚一直存在空白，因此将菲律宾绑在美国战车上，符合华盛顿的战略需求。这也是促成7年后两国重启2+2对话的一大背景。美国大概率寻求在菲律宾的4个军事基地上部署空军力量，将其打造为类似日本冲绳的保障基地，部署介入台海所需要的制空力量，以及能覆盖中国南部包括南海岛礁的战略导弹。菲律宾它的位置很关键，就是它实际上过去呢，在这个越南战争时期，菲律宾一直是作为美军最大的这个军事基地这个后勤补给站存在的。所以说，美国从地缘政治考虑，包括说是从这个它的军事部署上考虑呢。不过，有关新增基地将具体从事哪些活动，美菲双方在2+2部长级会谈后均未透露。I think it's a bit early to try to discuss numbers. Certainly, these are things that Secretary Galvez and I will continue to work on going forward. Basic purposes of these sites would be to address humanitarian disaster-related events, to increase and improve interoperability and training, and perhaps respond to other types of security challenges. 针对美国在菲律宾新增使用军事基地，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有句话叫事实胜于雄辩。从美国在菲新增基地的点位看，其意图已不言而喻。
此次美菲在联合声明当中强调要推进在新增基地的快速部署，相当于对其意图又做了一个注解，不需要中方再多做解读分析。中方一直主张，亚太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牢牢把自身安全的生命线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再次提醒有关地区国家，一味迎合域外势力，不仅无法维护自身安全，反而将加剧局势紧张，危害地区和平稳定，也必将殃及自身。外界注意到，美菲声明还呼吁中方遵守所谓的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对此，汪文斌义正辞严地回击：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美菲声明歪曲抹黑中方正当合法海上执法活动，甚至无中生有，对中方进行造谣污蔑。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定的。我们愿同有关国家通过谈判协商，妥善处理海上分歧，但将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菲举行史上最大规模肩并肩联合军演，同日登场的还有美菲外交国防2+2对话，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一态势呢？主持人好，美菲联合军演呢是剑指中国，一方面呢，美国利用菲律宾基地妄图稀释解放军围台军演带来的震慑力，另一方面呢，是美军重返菲律宾，通过加强美菲合作来制约中国的南海主权伸缩，强行搅局南海，阻碍中国在东南亚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这次军演呢，演习人数和演练项目几乎是去年的2倍，可见呢，美军要加强在南海区域的所谓存在感，在亚太展示最新火力。再看看美菲外交国防2+2对话，就知道美菲军演呢是制造南海紧张的开端。以往呢，美军在南海的活动搞所谓这个自由航行，穿越一下，然后呢，在解放军的驱力下离开。而美菲2+2框架下，菲律宾不仅允许美军驻扎、开放多个军事基地，而且呢，美菲同意优化共同防御能力及军事合作现代化，在未来5到10年内完成美国对菲律宾安全援助的规划蓝图。换句话说呢，就是美国将帮助菲律宾军事现代化，建立包括雷达、无人机系统、军用运输机以及沿海和防空系统的防御平台。我们都知道呀，美国呢要武装某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呢，往往就是未来的战场。这是一个对南海和平、对中国和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不祥征兆。中菲呢存在南海岛礁争端，而菲律宾呢将通过美军力量来回应所谓安全挑战，来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军呢或许站在菲律宾的背后，试图挑动军事冲突。前2天呢，美军第7舰队米利亚斯号导弹驱逐舰在南沙群岛附近的南海航行，并且呢进入美济礁12海里范围以内。美济礁呢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上面呢有中国的设施，但是呢，美国的第7舰队张口就是谎言，说什么美济礁在国际法下不属于中国领土。这些就说明美军进入菲律宾将扰乱南海和平，对整个东南亚地区来说呢，构成了安全威胁。这是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都应该关注的，不能呢让美国毁了东南亚的融合发展和经济前景。中国外交部因此呢，对美菲2+2对话发表的联合声明表达严正关切和强烈不满。一呢是对美菲歪曲、抹黑中方正当合法的海上执法活动提出批评；二是呢提醒菲律宾等国不能一味的迎合域外势力，否则呀不仅无法维护自身安全，反而呢将加剧局势紧张，必将呢殃及自身。好的，也谢谢陈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